我们在这个长拳运动员当中，枪术有一个绷枪的动作，看一下，啪，还有托枪，弓步托枪，在我们陈氏泰拳当中再看动作。对了，很像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是这样慢慢进化而来的。陈氏太极拳呢，偏马步，是偏马步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发展。为什么？看一下，当我下来的时候，如果我要进攻、防守、移动的时候，动得了吗？有力量吗？没有。练习的时候，我们会有的时候就是为了练习力量，把动作降低。但是陈氏的时候可以高一些，甚至有些人身体不好也可以步子小一些、高一些，没关系啊。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，它是偏马步，为的是什么？看，很快可以移动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它的进步。不要小看那一点点的进步，都是前人花了很多心思，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，然后把它拿过来，再进行修整发展的。下面再往下走是杨氏太极拳。杨氏的太极拳，它的发展是变成了我们叫什么？在武术当中，弓步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在过去老武术家们，我们都是讲叫什么？一个是叫登山步，还有一个叫的是弓箭步。在战场上去拉弓射箭的时候，这样去用战士们是这样的步伐去射箭的，所以呢也叫弓箭步啊。所以杨氏太极拳它发展以后呢，它的力量是往前去了，是前后一条线的。对，在这个前后一条线上面呢，就好像在路上，就像我们现在两个人在进行击击一样，那么力量肯定是往前去，前后，我不可能在侧面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陈氏的时候还在骑马，插挑枪呢，啪还在挑枪呢，但是杨氏落在地上了，力量是蹬腿往前去蹬了啊，所以呢，这就开始慢慢又往前推进了。下面陈、杨、吴氏太极拳，刚才看到了吴氏太极拳是什么？身体也是弓步，然后呢，斜中正，因为吴氏太极拳它有这个摔跤的影子，摔跤的时候身体都是这样抓住对方，这样进行较量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吴氏太极拳它是斜中正，而且注意看手，它不是正方向，有点歪。为什么？当去抓别人或者去击打一个人的胸口的时候呢，人家打伤的时候，对方啪一捂着你的手，就现在没有人能帮我捂着你的手以后，身体往前一倾，那么你这个手腕就完蛋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样叭一握，别的人抓住你的手，然后这个身体嘛，这里有身体嘛，这么一握，你就马上就跪了。所以呢，它是发展有点歪，这是它的一个进步的地方，斜中正。好，实际上我一直在选，今天特别偏向武氏太极拳，不知道武氏太极拳的老师在不在啊？这个武氏太极拳，我觉得在近代当中，它真的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它有一个特点，起承开合啊，也是武氏太极拳的特点。它呢，看一下啊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起
承过程，好，承载的承啊，不是过程的承。我在这里虽然说是过程，但是在武士太极拳当中是起承，承接连贯的那个承载的承啊，起承开合活动，然后还是重心在原来的腿上，然后持重捻脚。还有再看啊，梅花步，它出现了一个梅花步，就好像那个梅花的花瓣一样，有个心，看到收脚以后，以这个支撑脚的脚跟后面有一个圆感觉啊，摆过来，然后扣脚上步，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动作的方向灵活多变了。我认为在这个太极拳当中，这个步伐还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再看下面孙氏太极拳。孙氏太极拳它的动作是比较小巧灵活，上步必跟，退步必撤，动作小而且紧密。好，看一下我做这个上步必跟，退步必撤啊。这是我们在做孙氏太极拳的练习，慢一点啊，走跟上，然后重心是实，慢慢移动，虚带过来。好，明白了。好，继续啊，继续看，我加快速度。明白什么意思了吗？大家看出什么来？看出什么倪端了吗？刚才这个封老师说的非常好，灵活。还有一个，我就想跟大家说的是孙建云老师，因为我以前在北京武术院工作过几年，当时呢，实际上孙建云老师一直是我爸爸妈妈的老师，我们关系都非常好。有一次在那里我们就见了面了，见了面以后，他就说：“小红啊，你来看看你这个孙氏练得怎么样？”然后呢，因为当时那个73式孙氏太极拳呢是由我父亲来主编的嘛，也经过孙老师给他就是帮着一块去审查审核，让孙老师看过同意过，所以呢孙老师也知道我会练这个73式孙氏太极拳，就来练一套我看看，所以呢我就练了一套。刚才说了我的特点是舒展大方，但是老人家就跟我说，小红啊，孙氏太极拳的特点啊，它是小巧灵活紧凑，然后呢一动一呼吸。那么当时老人家个子老人家个子是很矮的啊，又瘦又矮，然后还有点驼背，戴着那个特别高度的近视眼镜儿。他就跟我说，我现在还有这个印象，他给我就是给我做了几下，尤其是就这几个动作。步伐啪走，然后快速移动，然后上面看到了吗？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是否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像不像呢？我们今天的拳击撤步都是护头、护上体、夹肘，孙氏也是。所以我认为孙氏太极拳，它又把太极拳在技击当中的这个实战的
技术又提高了，而且呢又和国际接轨了。不是说现在西方这样子，我们中国的武术也是一样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它也往上走了。